班上的冷酷美少女千金大小姐当众拒绝他人表白，没想到她居然只在和我独处的时候才会撒娇。今天又有人向七濑同学表白了，而七濑同学也说了一声谢谢，还以为七濑同学同意和他交往了，但是下一秒七濑同学居然当众撕毁了情书。我不会接受连当面表白勇气都没有的人的表白的。结果他就这样迎来了自己悲惨的结局。这时好兄弟和我谈论起他这个冷酷公主的事情。作为我们班上最可爱的女孩子七濑凛，她不仅文武双全，而且眉清目秀，从开学到现在有非常多的人向她表白，但是她毫不留情的把所有的追求者全部拒绝了，真是孤高的鸡坠王啊，所以她才会被称为冷酷公主吧。这时好兄弟突然来了兴趣，哦，阿醋同学你有兴趣吗？别傻了，那种应对方式我可受不了，我看你是完全不懂啊，越是难以攻陷的山就越想攀登啊，完全没有办法和你产生共鸣啊。不过好兄弟却说他从不打必输的仗，因为他也和七濑同学完全没有交集。说到交集，我一直和冷酷公主坐在邻桌，就连打工的地方也是一样的，与其说是交集，我好像跟他从来没有说过话啊。就连店长也经常说，身为七濑家的千金居然会在他们这种店打工，于是店长也打算从我这里寻找一些线索，正是因为是阿凑所以才能做到吧，你能成为那个孩子的理解者啊，你可真可爱啊。这时外面传来了这样的声音，原来是一个奇怪的家伙正在骚扰七濑同学，而那个奇怪的家伙也说自己是本仓集团的社长的儿子，还以为七濑同学在这里打工是因为他没有钱。果不其然，七濑同学下一秒当场生气了，不点单的话请快点回去吧，你站在那里会打扰到其他客人的。不愧是冷酷公主，亲孙就应对了这样的场面的，不愧是七濑同学啊，真是厉害啊，面对那种体格差悬殊的男人。不过好像他那个时候手在发抖吗？是我看错了？在打工结束之后，那个奇怪的男人依旧在纠缠着七濑同学，七濑同学此时已经忍无可忍了，我不想和你这种卑劣的男人呼吸同样的空气，请立刻消失。就连我也不禁担心起来，这样刺激他真的可以吗？这时那家伙直接握住了七濑同学的手臂，没想到他居然打算动粗。在纠结了一会儿之后，我还是打算帮助他，结果没想到这个扫把头居然轻松躲过了我一脚。对女孩子动粗真是太可恶了。喂，你这不是对我动手吗？不好意思，是脚呢。没想到他居然打算还手，结果他也不过如此，几下就被我制服了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要是你敢动我的话，我的爸爸不会放过你们的呀。不过我对我的物理还是有点自信的呢，看来得给你一点教训了。结果在一旁吃惊的七濑同学突然蹲了下来，说起来你可能没有察觉到呢，令尊想必非常辛苦吧，容我做个自我介绍，我是七濑凛，之前在配对上见过你呢。说完这句话之后，这个扫把星瞬间害怕了，因为七濑是他们总公司的大股东，我会亲自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令尊的。结果扫把星立刻是下作求饶，之后他就光速消失了。话说刚才你没事吧？打开我的手的七濑同学对我说道，别靠近我，救我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没什么，只是看到熟人被袭击就帮了一把，既然你还能这么活跃，我就放心了。回过头来的七濑同学一脸震惊，就这样说起来，你刚才的手都在发抖呢，不过说出来就有点不太解风情了。就这样，身体不由自主的动了起来。而此时的七濑同学却也被我逗笑了，他用手指缠着自己的头发，害羞的对我说道：谢谢你，姑且那个谢谢你救了我。本来还打算送他回去的，结果七濑同学瞬间消失了。在狂奔了一会儿之后，七濑同学心里想着，就为了这个，他居然这么拼命。在坐上自家车之后，他突然向爷爷请教了一个问题。总之，第二天之后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。今天一整天，七濑同学在学校的态度都非常的奇怪，每次和他对上视线时，他都会向我眨眼睛。是眼睛进东西了吗？在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他总会突然坐在我的身边，还会用我从未见过的笑容和我搭话。每次见面时都会给我各种暗示。就这样，奇怪的传闻传开了。可恶啊！我平静安稳的校园生活啊！之后凭借着打工离开了这种吵闹的环境，结果没想到在换衣室，七濑同学却突然出现。辛苦了，但是在女士面前换衣服还是停下比较好。七濑你怎么在这里？结果他在锁上门之后对我说道，我是有事来找你。果然是我平时惹他生气了吗？今天我能平安度过吗？终于能两个人独处了。七濑同学居然扑了过来抱住了我，而我也惊慌失措了。七濑同学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在拥抱你啊，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，从各种意义上来说，即使推开他，他也只会和我贴得更近。要怎么做你才能放开啊？亲我。是啊，传递心意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看着对方的眼睛啊。他学校和私下里真是太反差了。而我与冷酷公主的日常就此开始。上一秒还在同情冷酷大小姐有了婚约者，结果下一秒我却被直升机接走，发现那个婚约者竟是我自己。那个当众撕毁他人情书的冷酷公主现在把我逼到了墙角，她居然打算向我索吻。被我拒绝之后，她还开启了小孩子的模式，不停问我为什么，还问为什么我和你既不是恋人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关系，怎么可能和普通的同学接吻啊？要抱抱。你真的是小孩子吗？不答应我的话我就不会放手哦。这真的是那个冷酷公主吗？因为不能一直保持这个姿势，所以我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她。怎么感觉她完全没有放手的意思啊？这时店长敲了敲门，糟了，这要是被店长看到的话。这时的七濑同学就突然笑了起来，再稍微一会儿。总之现在的情况不太妙啊，要不去我家吧？
一条君的家里，虽说是我的家，但是只有我一个人住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地方。结果没想到七濑同学捂着自己的脸高兴了起来，没什么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到了我的家里之后，七濑同学立刻东张西望起来，没有什么稀奇的东西，别那么仔细的看啊。七濑同学被我这句话吓了一跳，哎嘿，一个人住还挺整洁的呢，不过还是有一点灰尘的。你这个发言是老奶奶吗？这时的七濑同学居然向我坦白他很喜欢我，为什么你会突然看上我啊？昨天打工回家的时候，你不是帮助了我吗？那个时候的你非常的帅气呢。结果没想到七濑同学居然打算和我交往试试，而这时的我完全坐不住了。一般来说，七濑家的大小姐不应该这么轻易的和别人交往吧？确实，我将来大概会和父母指定的人结婚呢。话说，你不是也一样吗？一条家的下一任家主，一条凑同学。没想到我们家事明明的事情，居然被他发现了。虽然并没有对外公布，既然生在这个家族里，恋爱什么的，这辈子都和我无关呢，我也没有什么兴趣。不过我已经接受了我的命运，我迟早也要和父母挑选的人选结婚呢。这时的七濑同学重复了我的话，迟早的呢。在听了我妹妹的事情之后，七濑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喂，你这是打算从我妹妹下手攻略的战术吗？说起来，我好像从来没有和自己处境相同的人推心置腹的聊过呢，这样的时光偶尔也不错啊。之后七濑同学开始收拾起了自己的东西，要不我送你吧？没事的，我的司机会来接我，今天很开心呢。是啊，我也很开心呢。结果七濑同学捂住了自己的嘴，开心了起来。他害羞的玩起了自己的头发，依依不舍的说道：那明天见啦。明天见。结果第二天来到班上，七濑同学居然主动找到了我，没想到他开口就说是自己的未婚夫人选已经定下来了，全班同学也都感到十分的震惊。我得说点什么才行，这种时候是该祝福还是同情呢？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正式的问候还在后面呢。原来如此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加油啊！我会努力加油的。在一阵寂静之后，同学们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了起来。这时好兄弟突然安慰起了我，别搞得像我被甩了一样啊。之后我的父亲打电话说我的未婚妻人选已经定下来了，于是他坐着直升机来接我，我也应该要下定决心，不然就太对不起七濑同学了，我会坦然接受这份命运的。结果在开门之后，我却突然发现我的未婚妻居然是七濑同学。初次见面，我是七濑家的次女七濑凛，今后请多多指教，老公大人。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班上冷酷美少女的婚约者，没想到居然是我。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之下，我们同居了。没想到同居的第一天，他居然就换上了我的衬衫。那个七濑同学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吓到你了吗，老公大人？没想到老爸和叔叔居然完全赞同，整门婚事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了吧？虽然七濑同学的举止非常的优雅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把他当做恋爱对象来看待啊。怎么样，我的打扮如何呢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哎，就这样吗？那个，你的头发还挺适合你的呢。哼哼，一条君果然最喜欢我的黑发了呢。不过，就算现在不喜欢也没有关系，反正以后我们都要一直在一起呢。我绝对会让你喜欢上我的全部的。哎，等等，你刚才说今后也要一直在一起？因为从今天开始起，我们就要住在同一间公寓里了。哎，我怎么完全不知道啊？结果第二天一大早，七濑同学的家具就已经运到了，完全没有想到昨天才刚说完话，今天就要一起生活了。坐在床上的七濑同学说道：“家具的品味也很不错呢，这个房间你可以随意使用，那我就回自己的房间了。等一下。”这时七濑同学邀请我休息一下，没想到一条君还挺害羞的。知道了，就休息一会儿。这么紧张的话，接下来的生活会很累的哦。七濑同学躺下之后告诉我，这张床睡起来还挺舒服的，反正今天晚上也要在这里休息的。你这家伙该不会是以为我不会做什么，所以才这样的吧？之后小小的反击了一下他，结果他却被吓了一跳。看到他害羞的样子，我只好连忙道歉。搬家出了一身汗，我先去洗个澡了。结果七濑同学嘟起了嘴，嘲笑我没有出息。之后他向我发起了猛烈的进攻，探出半个脑袋捂住自己眼睛的七濑同学说道：“那个需要我帮忙吗？”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结果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他更是主动的喂我吃饭。在我累了之后，他还主动帮我揉了肩膀。在外面便利店购买了东西之后，却发现七濑同学不见了。打开了灯，才发现七濑同学已经休息了。发现我回来之后，七濑同学坐了起来。哎，怎么还穿着我的衣服啊？本想打算让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，在七濑同学使出了各种招式之后，我勉为其难的躺在了床上。这时的七濑同学拉了拉我的衣角，对我说道：“我是不是没有做好妻子的本分？”但是此时的我完全想不出一句话来回应七濑同学。虽然我并不是讨厌七濑，但是我觉得恋爱这种事情还是要按部就班的来才行。刚想回复七濑同学，结果却发现他已经睡着了。但是结果就是我一整晚都没有睡着。班上的黑发冷酷公主居然是我的未婚妻，平时常人无法靠近的她，在回家之后秒变粘人的小娇妻。一大早醒来，她就露出了超级可爱的表情，邀请我和她一起去学校。我为了不引起轰动，所以义正言辞的拒绝了她。既然我们是未婚夫妇的话，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常待在一起。结果我随便找了一个借口，希望她能去为我做早餐。到了餐桌上，她还是像刚才一样死缠烂打，但是我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。结果七濑同学完全没有放弃，打算让我以后再慢慢习惯。果然只能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学校了呢。哎，为什么非要纠结这个啊？因为我们待在一起不需要什么理由。
结果齐濑同学一副想要把屋顶都要拆掉的架势，我只好采取了折中的方案。虽然不能一起上学，但是放学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回来，然后去超市购买食材。好啊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去超市买晚饭的时候也很有夫妻的感觉呢。结果齐濑同学为了展现自己的女子力，打算晚饭也由他来负责。到了玄关的时候，齐濑同学突然叫住了我，路上小心，老公大人啊！齐濑你也要小心啊！可恶，感觉在家里的时候完全被齐濑同学牵着鼻子走了，差点就到了被全校男生讨伐的地步了。但是话说回来，那个反差感到底是什么？和他在学校里的样子完全不同啊！总之今晚的购物绝对不能再让他掌握主动权了。来到学校之后，我发现好多人都缺席了。话说他们都是得了流感了吗？好兄弟走过来向我解释道，是因为最近的冷酷公主好像有了婚约，那些真心暗恋他的人都卧床不起了。哎，居然到了这种程度吗？结果好兄弟也说自己想要去追一下。不行，哎，我怎么脱口而出啊？就连好兄弟听到之后也愣了一下，我立马反应过来说道，喂喂，你不是有结衣了吗？虽然她在学校里被称为天使，确实是一个大美人呢，原来凑喜欢这种类型的吗？结果好兄弟却说结衣经常和他黏在一起，他都腻了。果然还是得冷酷公主啊，无论怎么追求都毫不动摇的冷静举止。哎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说到底果然还是无法原谅那个未婚夫啊。哎，居然能够独占那位冷酷公主，真是太让人羡慕了。这时齐濑同学应援会的成员走了过来，还大声嚷嚷绝对不会原谅那个让齐濑同学不幸的人。他们就这样谈论着找出未婚夫之后要做的事情，还希望我能够质问那个未婚夫。结果我就这样顺势答应了，这下糟糕了，更不能让真相暴露了啊！齐濑同学来到班上，听到我们讨论质问的事情，结果齐濑同学应援团的人瞬间消失了。他坐在座位上之后，小声的说道：“看来你和朋友们玩得很开心啊！”还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。终于到了体育课的时间，这节课我们上的是网球，因为要组队，我和齐濑同学都很好奇对方会和谁组队。话说从刚才开始我就一直在意齐濑同学的事情啊，这可不行。为了我家里的事情，所以我尽量不交朋友，所以每次这种时候我都是一个人。结果这时齐濑同学居然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条君要和我组队吗？哎，什么？齐濑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就这样自然的组起了队，而全班的同学们都发出了羡慕的声音。结果齐濑同学马上摆起了姿势，话说我的网球技术很一般啊。齐濑同学居然幻想起了我和他甜蜜打球的样子，在露出了坏笑之后，他是打什么主意啊？姿势很漂亮，但是他属于不会流行的那种类型呢。但是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啊！可恶，这个无所不能的冷酷公主啊！结果齐濑同学越打越开心，而我则是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，只是一个热身比赛就把我打得抱头鼠窜。在我的球即将飞出去时，突然有一个人跑了过来，他好像是网球部的东堂美久。在夸赞了齐濑同学的网球技术之后，他居然直接向齐濑同学发起了挑战。齐濑同学恐怕要生气了啊！班上那个黑发冷酷美少女居然对我使出了爱妻最强奥义，居然是让饭菜变好吃的魔法。在网球课时，齐濑同学被东堂同学挑战了，不愧是冷酷公主，一直都这么漂亮，而且比平时的压迫感更强烈了。还以为齐濑同学会接受，结果他却笑了起来。我拒绝。齐濑同学的粉丝团们却变得更加狂热了。东堂同学决定和我比试一场，他说我看着很瘦，但是实际应该有在做什么运动之类的。不过网球我好像不太懂哎。这时东堂同学的好朋友走了过来，抱住了他，别随便挑战别人啊，会给别人添麻烦的。结果东堂同学反而向我嘟起了嘴，说打一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时的齐濑同学再也无法忍耐了。好吧，既然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们就奉陪到底吧。我们？结果我就这样卷入了冷酷公主和网球部王牌的对决，而齐濑同学则是一副必须要赢的样子。怎么感觉他的心情好像比平时还差啊？这时的齐濑同学直接使出了全力，直接把对面吓了一跳。刚才那个球的速度超级快吧？齐濑同学那么瘦的身体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啊？话说刚才和我打的时候你是放了海了吧？不愧是冷酷公主，面对网球部都没有让他拿下第一分。这时的齐濑同学还是有一点不开心。阿拉，刚才看你和网球部聊得挺开心的嘛，原来你是我们这一边的。齐濑同学不开心的理由居然是因为吃醋了。经过激烈的战斗，我们的比分来到了6-5。而这时的东堂同学说道，就先让我们把比分扳平吧。结果齐濑同学居然接住了这一球，东堂同学当场震惊了，只看了一次居然都能接住。为了弥补我的失误，齐濑同学已经完全动不了了。虽然我不太想引人注目，但是我更不愿意看到齐濑同学不开心的样子。东堂同学完全没有想到我居然接住了这一球，哎，居然接到了，为什么？是提前计算好的吗？就这样我和齐濑同学胜利了。谢谢你帮我，最后那一球打得真漂亮。东堂同学激动地握起了齐濑的手，虽然输了，但是很开心，谢谢你。他们居然就这样握手言和了。齐濑看起来很开心嘛，被卷进来感觉也不错呢，辛苦了齐濑，给你。这时的齐濑同学反而嘟起了嘴，哎，果然心情还没有变好吗？没想到居然能赢网球部啊，驱赶奇怪的虫子是妻子的责任呢。这时的齐濑同学还希望我有丈夫的自觉，于是他还把水递给了我。那个，你不是口渴了吗？哎，不过这莫非是和齐濑同学的间接接吻？于是我赶紧扭上了盖子。作为庆祝胜利，今天回去的路上要不要顺道去一个地方和一条君在外面吃饭吗？不行啦，那种事情可不太行啊。对了，今天约好一起去买东西的，下次再正式约一个地方吧。哎，一条君邀请我假日约会吗？我会好好期待的。总算避开了间接接吻的情况啊。结果这时网球部的同学们却当场磕起了 CP。在放学之后，我们买了一大包东西。齐濑同学和我谈论起了今天去的那家店很有创意，穿着校服差点就被吸进了高级百货公司的时候，真是吓了我一跳啊。这时
时期赖同学在背后推了推我，希望我好好休息。换上了围裙的期赖同学打算做饭，结果在吃饭的时候，期赖同学突然说让我等一下，我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秘制调味料哦。哎，那是什么？浸出满满爱意的抹耶 Q， 请用。然后我双手合十，我开动了，果然很好吃呢，生姜的辛辣味恰到好处呢，肉也很柔软，和米饭还有卷心菜都很搭呢。看着我吃的很开心的样子，期赖同学反而变得非常高兴了。哎，真的吗？没有白做呢，多谢款待，一口气都吃完了呢。粗茶淡饭，不成敬意。好了，我来收拾吧，饭是你做的，碗就由我来洗吧。没事没事，今天你就休息吧。难道这就是新婚生活吗？在这之后，期待同学突然拉住了我的衣服，对我说道：“在这之后，要不要去洗澡呢？”哎，那个还是太早了吧？结果没想到期待同学反而比我更加紧张。说的也是呢。为我倒了一杯咖啡的期待同学坐在了我的旁边。怎么感觉有点尴尬？靠向了我的他突然说道，摸摸我的头。哎，这样就行的话，今天你很努力了呢。关于体育课那件事情，体育课那件事情就定在下周休息日吧。我记得我们那天都没有什么排班呢。这时我回想起了在体育课我和他正式邀约的事情，我真的超级期待哦。约会包在我身上，哇，糟糕了，我都完全忘了。